错过再等1年。8月7号立秋必看，起床后赶紧去做一件事，再倒霉你也能逆天改命。各位乡亲好，欢迎来到易经好运生肖堂。今天能刷到这支影片的有缘人，是你祖宗积德要提醒你，因为这期影片价值几百万，甚至可以说它能成为你全家保命守财的终极护身符。我这个看病理看大半辈子的老头子，要把最底层的天机掀开来给你们看。我要讲的内容是关于2026年8月7日，也就是立秋这一天的大玄机。这一天12个生肖一定要穿对属于自己的五行救命色，有5种人绝对不能动怒生气，而且出门前口袋里一定要放进一个小东西，死死锁住你的随身财库。为什么我敢把话说得这么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下半年的健康，甚至是你能不能平安躲过60年一遇大结束的救命底气。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这不仅能帮你避开极端年份中最危险的健康雷区，让你下半年的病痛和意外至少减少1半，甚至还能让你2026年的身体和家里的财库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用担心年纪大听不懂，记不住最关键的12生肖穿衣密码和实操重点，我都放在后面详细讲，也给各位做好了保姆级的总结，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第一节课，2026赤马红羊结迎撞8月7日立秋，天地换气的生死交关，气稳才能保命，诸位乡亲啊！现在很多年轻人搞什么网络流行，到了节气就只想着要去哪里吃大餐，去哪里打卡。我跟各位讲，胡闹简直是瞎起哄。在我们懂易经、懂中医、看透天地造化的人眼里，立秋交节这一天根本不是用来凑热闹的，这一天是天机流转、生死交关的大日子。如果你们这群长辈还跟着年轻人瞎折腾，那你就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你们去翻翻农民历，看看2026年是什么年，是丙午年，天干的丙属火，地支的午也属火，而且是正南方的纯阳之火，生肖属马，这在玄学里叫赤马年。紧接着隔年的2027年是丁未年，叫做红羊年。各位老哥哥老侄子们，你们听过历史上最让人闻之色变的那个词吗？这就叫做赤马红羊节。诸位记住了，这是60年才轮回一次的大结束。什么叫赤马红羊节？就是火气冲天。这2年天地之间的气场就像是一个烧得通红的炼钢炉，大动荡大洗牌啊！不管大环境的景气怎么变，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就是气血翻涌，意外频传，财库被大火烧出破洞。而8月7日这一天刚好是立秋，秋天在五行里属什么？属金。2026丙午年的纯阳大火狠狠撞上立秋刚刚萌芽的初金，这在五行物理学上叫做火克金。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天上2股巨大的洪流在你的头顶上狠狠撞在一起，天地正在剧烈的换气，这是一个磁场极度不稳定、极度暴躁的时刻。对于20-30岁的年轻人来说，他阳气足，底子厚，天地换气，他顶多就是长几颗青春痘，脾气暴躁一点，睡一觉就过去了。但是对于诸位，你们这些45岁到75岁的长辈，这一天对你们的身体和气场来说，就是一道极难跨越的鬼门关。我在诊间里看过太多台湾的乡亲，真的让我是恨铁不成钢，都50-60岁了，头发都白了一半，还在那边当劳碌命，整天心里盘算着，哎呀，我那个儿子在台北还买不起透天厝，我再去工地多接几个活，把老本拿去炒股帮他凑头期款。哎呀，这摊生意我再垫下，多赚一点留给孙子。我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前阵子台南来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大哥，一进门我一看他的脸色发青带灰，眼眶周围一圈黑气，整个人坐下来的时候，那个气是浮在半空中的，完全没有根。他一坐下来就急吼吼的问我，老师啊，人家说现在那个什么 AI 股票很好赚，我想把几百万的退休金全部砸进去，你看我今年的财运好不好？能不能大赚一笔？我当时手一搭他的脉，不用3秒钟，我直接就把他的手甩开，我指着他的鼻子骂，老大哥，你不要命啊！你摸摸你自己的脉，里面空空如也，外面火气乱窜，
你的身体现在就像一个漏风的破瓦罐，你还想去装金水，金子还没装进去，你这个瓦罐就先炸了。我跟他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没钱，是你那个气根本收不住。在赤马红阳节这种大火烧山的年份，你还去冲，别人挖坑你就跳，你这是拿自己的棺材本去给人家当柴火烧啊。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他铁齿啊，他不听我的劝，觉得我这个老头子不懂现代金融，回去没多久，钱不但被套牢亏了一大半，还因为每天盯盘，情绪大起大落，突发血压飙高，半夜进了加护病房，差点连命都没了。这就是不懂阴阳，这就是在乱搞。我跟各位讲，人到了45岁、50岁以后，你的身体、你的运势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可以贪胜不知输的年纪了。年轻的时候，你的气是聚的，你摔一跤，爬起来拍拍土，隔天继续抬。现在呢？现在你是稍微吹点冷风，关节就痛半个月，稍微生点闷气，心口就痛好几天。你们的防护罩已经变薄了。所以在8月7日立秋这个火克金、气场大乱的转折点，我在这里给你们定一个铁律，在赤马红阳节面前，最好的风水不是冲，而是稳。什么叫稳？就是守住你的老本，守住你的这口气，别再去听人家说哪里好赚就往哪里跑，别再去瞎操心儿孙的事情，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把自己的身体顾好，顾好你的腰子，不给他们添乱，不生大病花他们的钱，那就是给这个家积了天大的福报。听懂了吗？8月7日这天，天地大换气，气要稳，千万别硬冲，把心定下来，把气收回来，这是保命的第一步。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个年纪的身体会这么脆弱？为什么到了立秋这种节气交替的时候，特别容易爆发心肌梗塞、中风这些要命的病？接下来一堂课，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医里不传之秘的物理现象。很多人整天在瞎吃保健品，天气一热就疯狂喝冰水。我告诉你，你这不是在养生，你这是在给自己服毒。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接下来这段内容你一定要竖起耳朵听。第2节课，你的身体是台快烧干的老引擎，立秋瞎吃保健品，狂灌冰水，等同服毒自杀。各位乡亲，我们把心沉下来，接着往下讲。刚刚我说了，2026丙午年是赤马红阳节的开头，外面的天气、大环境的气场就像一个烧得通红的炼钢炉。而8月7日立秋这一天，初秋的精气刚刚冒出头，马上就被这股纯阳大火给狠狠克住。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老师啊，既然外面这么热，火气这么大，那我多喝点凉水，多吃点退火的药，不就好了吗？如果你脑子里现在是这个想法，我拜托你马上把这个念头给我掐断，你这是在找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人根本不懂中医，不懂阴阳，每天被那些错误的养生观念洗脑，最后把自己送进加护病房。来，我们不讲那些艰涩的医理，我今天用最简单的物理现象讲给你们听。诸位，你们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台汽车的引擎，你20几岁年轻的时候，这台引擎是全新的，里面的机油是满的，水箱里的水也是满的。你开着这台车去爬山，去飙车，引擎虽然会发热，但水箱里的水一循环，温度马上就降下来了。这叫阴阳调和，阳气足，阴水也足。可是现在呢，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已经45岁、60岁，甚至70岁了，你这台引擎已经开了几十年，里面积满了油垢。最要命的是，你的水箱漏水了。中医讲的肾水不足，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腰子虚了，津液根本不够。在这种情况下，8月7日这一天，老天爷给你降下丙午年的纯阳之火，这就像是什么？这就像是你开着一台水箱漏水，快要烧干的老爷车，硬生生的开进了摄氏50度的沙漠里。你告诉我，这台快烧干的引擎会发生什么事？它会缩缸啊，它会直接报废啊。这时候很多长辈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外面天气闷热，秋老虎发威，你走在路上流了一身汗，觉得自己快中暑了。回到家第一件事是什么？打开冰箱，拿出一大罐冰水，咕噜咕噜灌下去，或者是切一大盘冰西瓜，去街角吃一碗飞冰。你以为你在降温，你以为你在退火，我告诉你，大错特错。黄帝内经里讲得清清楚楚，春夏养阳，天气热的时候，
人体的阳气为了散热，全部都跑到体表，跑到皮肤上来了。你的毛孔是全开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身体的内部，你的胃、你的肠子、你的五脏六腑，此时此刻是一座空城，里面的阳气最弱，是一片虚寒的。你的肠胃现在就像是一个冰冷的地窖，结果你一杯冰水灌下去，一盘冰凉的生菜色拉吃下去，这叫寒上加寒。那滴冰水滴进你那台又干又热、火气乱窜的老引擎里，金属遇到极热和极冷会发生什么？啪的一声，钢体直接裂开。这就是为什么在立秋这种节气交替的时候，那么多老人家吃完饭洗个澡，突然就心肌梗塞，突然就中风倒下，因为那口寒气直接把你心脏仅存的阳气给扑灭了，血管一缩，血流不过去，人就没了。听懂了吗？除了爱吃冰的，我还要痛斥另外一种人，就是那些每天把西药、保健食品当饭吃的长辈。我每次看到那些孝顺的子女从国外买一堆几千块、上万块的维他命、综合酵素、深海鱼油回来给爸妈吃，长辈也吃得很开心，觉得自己在补身体，我看了就直摇头。我刚刚说过了，你们现在的肠胃是虚寒的，是没有火的。你把那些又浓又腻的保健食品吞下肚，你的胃根本没有足够的温度和热能去气化它，去消化它。这些东西堆在你的肚子里，就会变成一堆腐烂的垃圾。在中医里，我们管这个叫湿阻中焦，久了就会变成痰浊。这些黏糊糊的垃圾进到你的血管里，进到你的脏腑里，最后结成一块一块的硬块。这就是我们中医治病最怕遇到的大魔王阴石。什么叫阴石？西医管它叫肿瘤，叫息肉，叫血管斑块，叫结石。说穿了，就是你身体里的垃圾因为没有阳气去化解，最后凝固变成了实质的病变。你以为你在吃补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先把肠胃的寒气去掉，不把命门的真火点燃，你吃进去的每一颗高营养保健品都是在喂养你体内的那个阴石，你这是在服毒自杀。还有那些有三高的长辈，血压一高，西医就开降血压药给你，你每天吃，血压数字掉下来了，你觉得好安心。你真的安心吗？血压为什么会高？是因为你的血管里有淤堵，你的心脏必须用更大的力气、更大的压力，才能把血液打到你的手脚末梢去。结果你不去清血管里的垃圾，不去补阳气，反而吃西药去把心脏跳动的力量硬生生压下来。心脏是轻松了，血压数值漂亮了，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的手脚越来越冰冷，你的腰子，也就是肾脏，因为长期缺血开始萎缩，到了最后肾衰竭，要去洗肾，这就是治标不治本，这就是在乱搞。诸位乡亲，老师今天把话说得这么重，把你们平常深信不疑的习惯全部推翻，不是为了骂你们，我是为了救你们的命。在2026年8月7日立秋这一天，面对赤马红阳节的大火与初秋的肃杀之气，你不能再瞎搞了，把那些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停下来，把冰箱里的冰水给我扔了。你的身体现在需要的不是乱补，而是通，是把那口真气给理顺。但是光是停掉坏习惯还不够，在8月7日当天有5种人，如果你们在这一天犯了一个大忌，哪怕你穿得再暖，吃得再对，也是白搭。煞气会直接穿透你的心脏，甚至把你家里的财库烧出一个大洞。这是哪5种人？他们到底绝对不能做什么事？接下来1节课我要点名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在里面，请你立刻打起12万分的精神。第3节课，立秋触犯天条，这5种人8月7日若动怒，就是拿自己的命与财库开玩笑。各位乡亲，我们把心沉下来，继续接着讲。前面的课我已经把赤马红阳节的大环境，还有你们身体这台老引擎的真实状况剖析得清清楚楚了。现在我们要来讲最核心最要命的一点。很多台湾乡亲很虔诚，一听到8月7日立秋节气转换，第一反应就是老师啊，那我那天一早就去庙里拜拜，去烧金子，求神明保佑我全家平安，帮我补财库，好不好？拜拜，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如果你们以为只要花点钱买点水果，烧几炷香，神明就会把你的灾厄全部挡掉，那你就是把老天爷当成贪官污吏了。我跟各位讲，
在我们传统道家和易经的观念里，节气转换的这一天是天地之门大开，宇宙磁场重新分配的时候，老天爷要赐福给你，你的身体，你的气场必须是一个干净的容器。如果在8月7日这一天，你心里充满了怨恨，嘴巴里骂骂咧咧，跟老伴吵架，骂小孩，在外面跟人家起口角，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火上浇油，这叫毒火攻心。中医讲怒则气上，你一生气，肝火就往上冲。8月7日立秋，本来就是丙午年的极火之气，撞上秋天的肃杀之金，外面天气闷热，火克金的磁场已经让你的神经紧绷了。你这股无名火一发，内火勾动外火，两把火夹击，你的血压瞬间飙破200，脑血管啪的一声就破了。这就是为什么每到节气转换，急诊室里永远躺满了中风和心肌梗塞的病人，因为他们不懂得控制这口气。这一天你发脾气，就等于是老天爷要端一碗救命的仙药给你，你却一巴掌把碗给打碎了。不仅福报没了，还会把天地交替的巨大能量直接扭转成摧毁你5脏6腑的煞气。而且别忘了，秋金主财，你发脾气生火，火克金，这就叫做火烧财库。你下半年的财运会被你这一顿脾气烧得一干二净。所以话很难听，但我必须讲，在8月7日立秋这一天，有5种人，你们的身体和气场已经到了临界点。这5种人，这一天就算天塌下来，你也要给我笑着面对。如果你敢动怒，你就是在拿自己的命和下半身的财库开玩笑。大家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或家里的牵手有没有在里面。第一种人，长期帮忙带金孙，顾老伴，顾到胸口经常发闷，喘不过气的人。台湾现在很多这种长辈，自己都60几岁了，还要帮儿女带小孙子，或者家里有个卧床的老伴要照顾，你每天劳心劳力，晚上睡不好，白天还要操烦。你以为你只是累了？错，你这叫心气大虚，你的心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胸口发闷就是心脏在跟你求救，告诉你他缺血缺氧了。8月7日这一天，如果小孙子不听话惹你生气，或者儿女说话不中听，你千万不能发火。你一发火，气血全部冲到脑袋，心脏瞬间被抽干，人马上就会晕厥倒地。这一天无论多累多烦，你都要深呼吸，告诉自己命是我自己的，气死没人替。第二种人，过去半年犯小人，被诈骗，或者是股票大跌破了大财的人。我知道钱被人骗了亏了，谁心里都会痛，这在我们台湾话叫气生恼命。但是诸位啊，破财已经是定局了，这叫破财消灾。在五行里，财气一旦受损，你这半年里一定是心浮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如果你在8月7日立秋这一天，还在为那个失去的钱财发脾气，骂老天爷不公平，骂那个骗你的人，那你就是引火自焚。老天爷本来要在下半年把新的财气给你，结果一看你满身怨气，财神爷吓都吓跑了。记住老师一句话，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这天把心放宽，当作是花钱买命。第三种人，身上刚动过刀，或者大病初愈，元气还没恢复的人，有些长辈前阵子刚开过盲肠，割过息肉，或者是得了重感冒刚好。你们现在的身体，中医叫做气血两亏，胃气不顾。你的身体现在就像一座城墙倒塌的空城，一点防御力都没有。8月7日这种气场大翻转的日子，外面的邪风火毒本来就容易趁虚而入。如果你还在这天动怒，肝气一郁结，伤口的气血就不通，原本快好的病马上就会复发，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这一天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玻璃人，舒舒服服的躺着休息，听点轻音乐，谁惹你都不要理他。第四种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火旺，夜尿多的人，这批人最好辨认，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晚上总觉得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晚上又要起来上5、6次厕所。这在我们经方派中医来看，叫做心肾不交，上面的心火降不下来，下面的肾水升不上去，水火分离，这是人体老化最危险的信号。这一天如果你还去跟人家争辩，
看电视政论节目跟着骂，你的心火就会彻底失控，把你最后一点保命的肾水给烧干。肾脏一旦衰竭，就是一辈子的病根。这一天不准看会让你生气的电视，不准聊会起争执的话题，把嘴巴闭紧，把心火降下来。第五种人，在家里总是吞忍，有苦说不出，长期把委屈憋在肚子里的牵手。台湾有很多传统的妇女妈妈们就是这种性格，老公脾气差，她忍；婆媳有矛盾，她忍；儿女不争气，她还是忍。你以为忍气吞声是美德？我告诉你，中医讲百病生于气，你忍下去的那些怨气并没有消失，它全部郁结在你的肝胆经上，最后就会变成乳房的硬块、甲状腺的结节、子宫的肌瘤，这些全部都是因死。在8月7日立秋，天地之气正在换局的时候，你不能再憋着了，但也不能用吵架的方式发泄，你要学会化解。去公园走一走，对着大树深呼吸，把体内的浊气吐出去，或者在神明厅前把心里的委屈跟神明讲出来，不要再把气郁结在心里，让这一天的天地正气帮你把胸口的闷气给冲散。各位乡亲，听懂了吗？8月7日这一天的死忌就是生气与怨恨，你把脾气收住，这一天就算平安度过了一半。但是防守固然重要，我们总不能一直挨打吧，特别是在这个赤马红阳节的大动荡之年，我们要怎么主动出击，把流失的财运给抢回来。接下来一堂课，我要教你们一招真正的物理风水学，不需要你去花几十万请法师，不需要你买什么昂贵的开运商品，只要在8月7日当天把这个小东西放进你的口袋里，就能在你的身体周围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护盾，把破财煞烧得干干净净，死死锁住你下半身的财库。想知道口袋里要放什么吗？准备好笔记，我马上揭秘。第4节课，这不是迷信，是物理。出门口袋放一个小东西，死死锁住下半身财库。各位乡亲，前面几节课我们把怎么保命、怎么降火气、怎么避开立秋的死忌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命保住了，人平安了。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老师啊，你说2026年是赤马红阳节，大环境火气这么旺，那我的老本保得住吗？我的退休金会不会被通膨吃掉？我还能不能留点钱给子孙？我知道台湾的长辈最怕2件事，第一，怕自己生病拖累儿女；第二，怕手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特别是到了8月7日立秋这一天，很多台湾乡亲一定会去庙里做一件事，叫做补财库。大家会去买一大堆金纸、书文，去南投指南宫借发财金，去烘炉地拜土地公，请道士诵经，求财神爷帮你把财库的破洞补起来。去庙里祈福补财库，这习俗非常好，心诚则灵。但是老师今天要点醒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你自己的随身财库是漏底的，你就算在庙里烧了一座山的金子，财神爷把金山银山搬到你家门口，你也1毛钱都接不住。在五行和易经的道理里，什么是你个人的随身财库？就是你身上的气。古人说气顺则财顺，你这个人如果气场混乱，五行相克，你的财库就像是一个漏风的破瓦罐，钱一进来马上就流出去。你们看看现在45岁、60岁以上的长辈，到了2026丙午年，赤马红阳的纯阳之火从天而降，而8月7日立秋，秋天的金气刚刚冒出来，火专门克金，外面的火那么大，要把你的金财富给融化掉，这叫火烧财库。这就是为什么每到这种大凶之年，节气交替的时候，那么多老人家会突然遇到诈骗集团，一通电话就把几百万退休金汇出去，或者是儿女突然出事，要你拿老本去填坑，又或者是家里常常有突发状况要花大钱。这根本不是你倒霉，这是因为你的五行气场断层了，你镇不住那个财啊，听懂了吗？所以在8月7日立秋这天，你想要求财，想要把破财煞给挡在门外，你不能光求神，你必须先求己，你必须在自己的身上建立一道防护墙。怎么建？老师今天教你们一招真正的物理风水学，这不是外面那些江湖术士骗你花几万块买的假纸水晶洞，也不是叫你摆什么奇奇怪怪的貔貅，这是一门精密的五行能量转换。在8月7日当天早上，你出门之前
请你在你的衣服口袋里，最好是裤子的左边口袋，放进这一个小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去中药房或者家里的厨房，准备一小片老陈皮加上5枚干净的硬币，用一个小小的红包袋或者是黄色的纸袋装起来，放在你的左边口袋里，贴身带着一整天。很多乡亲一听可能会笑出来，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吗？一片陈皮加5个铜板就能锁住我的财库，这太扯了吧？诸位，如果你觉得扯，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中医的药理，不懂易经的物理共振。我来给你们拆解这背后的天机。首先，为什么是2026年的立秋必须用这个阵法？我刚刚说了，2026是丙午火年，立秋属金，这叫火克金，火把金烧肿了，钱就没了。在五行相生相克的铁律里，要怎么化解火跟金的仇恨，必须用土来通关，因为火生土，土生金，只要有了厚实的泥土，火的能量就会去滋养土地，而土地孕育出矿物，就能生出黄金。这在易经里叫做贪生旺克，把要命的煞气完美转化为生财的动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阵法。第一样，老陈皮代表厚土化湿，理气通关在我们中医里。陈皮是入脾胃经的，脾胃在人体五行里属什么？就是属土。陈皮的作用是理气化痰，燥湿。你把陈皮带在身上，它散发出来的那股醇厚的香气，会透过你的嗅觉和皮肤穴位，与你体内的脾胃之气产生物理共振。它能把你因为闷热而郁结的浊气给化解掉，让你的土气变得非常稳固厚实。第二样，5枚硬币代表中宫之土与秋收之金。为什么要放5枚？外面那些不懂装懂的，一定会叫你放8枚，放168枚，说什么谐音发，一路发。宇宙磁场哪里管你发音像什么？在易经和图洛书的数理密码中，5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中央戊己土。你用5枚硬币，金属本身属金，数量属土，这5枚硬币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土金相生阵法。硬币最好是洗得干干净净，会反光的10元或50元硬币，越亮越能聚气。第三样，放在左边口袋，青龙开道，古人讲述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左边代表生发，代表阳气，代表贵人。你把这个装着陈皮和硬币的红包袋放在左口袋，就等于在你的随身气场里启动了一个源源不绝的火生土，土生金的聚宝盆。在8月7日立秋这天，外头的刺麻火气到处乱窜，想要破坏你的气场，烧你的财库。但是因为你口袋里带着这个土金相生的火种，你自己的体内产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正向热能场。这道无形的能量场就像是一层防弹玻璃，把外面那些想要来骗你钱的烂桃花，想来坑你老本的诈骗小人，甚至那些让你破财的病气衰气，全部挡在外面。这叫什么？这就叫五行通关，财神躲不掉。因为你的财库被这股温暖厚实的土气给保护住了，财神爷最喜欢这种稳定的气场，飞进了你家门就再也舍不得走了。这就是时时锁住下半身财库的终极大招。诸位乡亲，这个方法不用花你50块钱，但它的价值超过外面那些几十万的风水局。8月7日当天，你把这个红包袋带在身上，直到晚上睡觉前再把它拿出来，放在你床头的抽屉里，或者跟你存折、印章放在一起，把这股强大的土金相生之气传导进你家里的财库里。做完了这一步，你的基本防御塔就已经盖好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肖不同，八字命格也不同。在2026丙午年这种极端年份，再碰上立秋的气场大逆转，每个生肖面临的结束和弱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生肖在这天最容易血压爆表，有的生肖最容易被小人劫财，光靠一个口袋阵法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在穿衣颜色上给自己披上一层专属的五行战甲。接下来一堂课，老师要开始点名了。12生肖的朋友，我会拆成2节课来详细讲解。接下来我们先讲在8月7日当天面临水火大战与金木相战生死结束的6个生肖。这6个生肖如果在当天穿错了衣服颜色，那个灾祸是直接冲着身体来的。各位老哥哥老侄子，把你全家人的生肖都对一遍，这6个生肖的保命穿衣密码
马上揭晓。第5节课，12生肖运势大洗牌与专属5行救命色上，这6个生肖这样穿，瞬间挡煞生财。各位老哥哥、老侄子，前1节课教你们的陈皮硬币口袋防护阵，那是用来守住你们内在的脾胃土气，是内建的财库锁。但是我们人只要一踏出家门，外面的风吹草动、日照气温，也就是易经里说的天时地利，就会直接撞击你身体最外层的防御。什么是你最外层的防御？就是你身上穿的衣服。我常跟来看诊的乡亲讲，衣服不是拿来装漂亮比行头的，那都是年轻人搞的花样。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衣服就是你的移动风水阵，是你身体的第2层皮肤。衣服的颜色在物理学上就是不同频率的光波，在中医5行里就是金、木、水、火、土的能量场。穿对颜色等于给自己罩上一层防护罩，出门遇贵人。穿错颜色就像在战场上穿着敌军的制服，煞气直接追着你打。在2026年8月7日立秋这一天，赤马红羊的纯阳之火碰上初秋节气的肃杀之金，天地间水火交战，金木相克。12生肖里有6个生肖的八字命格，在这一天首当其冲，直接面临最严重的5行冲突结束。这6个生肖的朋友，如果8月7日当天你们穿错了颜色，那就是引火烧身，水火无情，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在这种节气转换的日子，莫名其妙跌倒骨折，心血管突然塞住，或者被人倒会破财，都是因为外在的颜色煞气直接穿透了身体。大家竖起耳朵听好，拿出笔记本，老师要来一一破解。第一位属老鼠的乡亲，子午正冲，水火大战，你最需要青绿色来当合适老鼠的长辈。这一天你们是天下第一危险的生肖。为什么？因为在12地支里，属子水，2026年是午火马年，子水撞上午火，这叫子午正冲，是5行里最激烈最暴力的冲撞。加上立秋的金气一吹，金生水，你的水势更旺，跟大环境的火气简直是水火不容。你们这阵子是不是觉得血压很不稳，经常觉得头重脚轻，或者是腰酸背痛，夜尿特别多？这就是因为外面的马年大火正在猛烈的烤干你的肾水。台湾长辈常说要顾腰子，你们现在的腰子就是在油锅里煎啊。8月7日当天，属鼠的人绝对不能穿红色火上加油，也不能穿黑色水去灭火，激化冲突。你必须穿青色或是绿色。为什么？因为绿色属木，5行里水生木，木生火，你穿上绿色就等于在水和火这2个打架的仇人之间放进去一个寒士佬，让你的肾水去滋养木，木再去生火，把原本要你命的相冲化解成和谐的相生。这件青绿色的衣服就是8月7日当天救你腰子，稳你血压，并且帮你把煞气转换成偏财运的免死金牌。第2位属牛的乡亲，丑午相害，湿毒入脾，穿白色或银色把毒气排出去。属牛的长辈，你们这辈子最辛苦，就像一头老黄牛，为了家庭任劳任怨。牛在5行属丑土，而且是湿土，到了丙午年午火碰到丑土，这在命理上叫丑午相害。什么叫相害？就是别人在背后捅你一刀，暗中损耗你的元气。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觉得肠胃特别差，吃一点东西就胀气，整个人觉得很沉重，好像背上压了一块大石头，甚至四肢关节会酸痛。这就是外面的大火把你的湿土给闷住了，变成了一肚子湿毒。立秋一到，秋老虎发威，这个湿闷感会达到顶点。8月7日当天，属牛的人必须穿白色或是纯银色，因为白色属金，中医讲土生金，你穿上白色就是在你的湿土上面开了一个泄洪的排气孔，把肚子里那些因为相害而产生的闷气、湿毒全部转化成精气排出去，顺应立秋的精气。气一通，你的肠胃就松了，小人也害不到你了。那些想在背后占你便宜、算计你退休金的人，也会被这股白色的肃杀之气给挡在门外。第3位属虎的乡亲，寅午半合，肝火焚木，穿黑色或深蓝色保住你的救命水属。老虎的长辈，你们脾气大有威严，
虎属寅木，是参天大树之木，碰到马年的午火，这叫寅午半合火局。这听起来好像很合，但我告诉你，大错特错。这是马年的大火，把你这棵老树当成柴火给烧了。再加上立秋属金，金专门克木，这叫金木相战，你等于是被上下夹击。你们最近是不是经常眼睛干涩、口苦、口臭，动不动就想发脾气，晚上怎么睡都睡不饱？这叫肝火焚木，你的肝血快被烧干了。8月7日这一天，属虎的人绝对不能再穿红色或黄色，你必须穿黑色或是深蓝色。黑色属水，水能生木，你穿上黑色，就像是给这棵快被烧成灰，又快被秋金给砍断的老树，狠狠浇下一大桶清凉的甘露，把你的肝火压下去，把你的肝血养起来，同时用水去泄掉秋金的煞气金生水。这一天穿黑色，你会觉得眼睛亮了，脾气顺了，看谁都顺眼了。脾气一好，你的歹运自然就远离了，财神爷才敢靠近你。第4位，属兔的乡亲卯午相破，神经衰弱，穿水蓝色或浅蓝色保护你的根基属兔的长辈。你们心肠软，心思细腻，兔属卯木，是娇嫩的花草之木，碰到强悍的午火，这叫卯午相破。破就是破坏、破耗，再加上立秋的金刀一剪，花草更是首当其冲。你们这半年是不是觉得神经很紧绷，动不动就被一点小声音吓到，容易心悸、焦虑，而且家里总是会莫名其妙坏东西，今天修水管，明天修冷气，小破财不断。这就是外面的狂风烈火把你们这些脆弱的花草连根拔起。在8月7日当天，属兔的人最适合穿浅蓝色或水蓝色。浅蓝色带着柔和的水气，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重，它是滋润花草的晨露。穿上浅蓝色，能把你们受损的神经给安抚下来，让心跳恢复平稳。这层水蓝色的保护膜能把你命格里那个破字给化解掉，让水去生木，让你这天的气场圆满。气场圆满了，自然小钱不漏，神经不痛。第5位，属龙的乡亲辰土水库，沸水煎熬，穿金色或纯白，让财库冷却属龙的老哥哥、老侄子。龙在五行里属辰土，它不只是土，它是水库，里面装着你们半辈子的积蓄和财气。现在丙午年大火一烤，你这个水库就像是被放在瓦斯炉上煮，变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你们最近是不是觉得头晕脑胀，而且投资理财的判断力严重下滑，脑子里像是一团浆糊，甚至家里为了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8月7日，立秋节气一交替，这锅水已经滚到最高点了，随时都会把盖子给炸开，你的老本就会跟着水蒸气一起蒸发掉。属龙的朋友，请你们务必穿戴金色、香槟金或是纯白色。在五行中，金能生水，金也能泄土。穿上金属色系，等于在你的水库外面加装了一层超级坚固的保温冷却层，把外面大火的热力隔绝开来，顺应立秋的金气，把沸腾的水给冷却下来。脑子一冷静，你这一天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财库的盖子就能死死锁紧，1毛钱都漏不出去。第6位，属蛇的乡亲巳火遇午，火上加火，穿大地色或卡其色，把你身上的炸药卸掉。属蛇的长辈，蛇属巳火，你们自己本来就是一团火，现在遇到马年的午火，这叫火上加火。再加上8月7日立秋，秋天属金，你们这2团大火要去克这个秋金。诸位，金是你们的财，但火太旺会把金给烧成灰烬的。你们现在身上绑满了炸药，随时都会引爆啊！你们是心肌梗塞、脑溢血最高危险的族群，只要一激动，脸色整个涨红，脖子青筋都爆出来，这都是心血管要爆炸的警讯。8月7日当天，属蛇的人什么鲜艳的颜色都不准穿，特别是大红色，绝对禁止。你只能穿黄色、咖啡色、驼色、卡其色这类的大地色系。为什么？因为黄色属土，火能生土，土能生金。你穿上大地色，就是把你身上过剩的快要爆炸的火气顺利的导引到大地里面去。这就像避雷针一样，把天雷的能量导入地下，然后再去生出秋天的金财富。你把火气卸掉的同时，也把脾气化成了财气。这一天穿大地色，保你心脏不痛，血压平稳，
而且还能暗中进财。好了，以上这6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你们8月7日的保命防护罩，老师已经交到你们手上了。但是还没完，还有另外6个生肖呢。马、羊、猴、鸡、狗、猪的乡亲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就安全了，你们面临的是另一种更隐蔽、更致命的土金交战与火龙金的破财危机。如果在8月7日立秋这天没有守住，你们下半年的退休金和老本很可能会被洗劫一空。这6个生肖到底该怎么穿才能把财神爷留住？接下来一堂课，老师马上为你们解答。第6节课，12生肖运势大洗牌与专属5行救命色下。这6个生肖不穿，对，老本被洗劫一空。各位乡亲，我们打起精神，继续把12生肖的下半场给讲完。前面讲的那6个生肖，主要面临的是身体健康、血压、心脏的水火大战。但接下来我要点名的这6个生肖，马、羊、猴、鸡、狗、猪，你们在2026年8月7日立秋这一天面临的考验完全不一样。你们的考验是什么？是土金交战与火龙金的破财大劫。你们要知道，2026是丙午次马年，火气极旺，而8月7日立秋代表大自然的金气正式登场。在5行里，火是专门克金的。金是什么？金就是你们手里的白花花的银子，是你们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存下来的退休金、棺材本。你们这6个生肖在这段期间的磁场，就像是把一块黄金扔进了炼钢炉里。如果8月7日立秋当天，你们不穿对衣服，不给自己罩上一层隔热层，你们的财运就会像被高温融化的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流进别人的口袋里，被诈骗集团骗走，被不孝子孙败光，甚至是因为吃上官司无妄之灾而大破财，不想后半辈子过得凄凉。这6个生肖的乡亲，你们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了。第7位属马的乡亲，五五字形，聪明反被聪明误，穿黄色当你的煞车皮属马的老哥哥老子子。2026年是你们的本命年，而在8月7日立秋交节气的时候，地支的午火撞上本命的午火，在易经里这叫五五字形。什么叫字形？就是自己搞死自己。你们这阵子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觉得看准了某个投资一定赚，或者觉得某个朋友介绍的偏方一定有效，别人怎么劝你都听不进去，铁齿得很。我告诉你，这就是极端火气冲脑，让你产生了幻觉。再碰上立秋的金气，你想去克那个金求财，结果欲速则不达。你正准备拉着全家人的积蓄往悬崖下冲啊！8月7日当天，属马的人绝对不准穿红色，你们必须穿黄色，土黄色。午火太旺，必须用土来泄，穿上黄色的大地色系，就像是在你这辆失控的火车轮子底下垫上一层厚厚的沙土。这件黄色的衣服就是你的刹车皮，它能把你脑子里那些狂热的不切实际的贪念给吸走，让你冷静下来。只有心定下来了，你手里的钱才不会被你自己的自作聪明给败光。第8位属羊的乡亲，五味合火，旱地裂缝，穿黑色或深蓝补好你的财库洞。属羊的长辈，你们脾气温和，凡事喜欢以和为贵。羊属未土，碰到马年的午火，这叫五味合化火。这听起来是好事，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你们来说，这叫火烧燥土。你们最近是不是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发痒，而且不管喝多少水都解不了渴？在财运上，是不是总觉得钱明明没乱花，却像流水一样不见了？一会儿儿女要缴学费来借钱，一会儿家里电器坏了要修，这就是你的土被烤干了，裂开了缝隙，秋天的精气财气根本存不住，全漏光了。8月7日这一天，属羊的乡亲，你们的救命颜色是黑色或深蓝色。黑色属水，这是唯一能救你们干旱命格的甘霖。穿上深蓝或黑色，就像是天降大雨，把你那块干裂的财库土地给重新湿润粘合起来。这层水汽的防护能帮你挡住那些莫名其妙的开销，把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老本死死地封在财库里，一滴水都不外漏。第9位属猴的乡亲，火克生金，黄金融化，穿卡其色打造你的
聚宝盆属猴的长辈，猴属生金，也就是刚硬的刀剑之金。立秋本来是你们的主场，但现在赤马年的大火烧过来，火直接克金，你们这段时间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呼吸道的问题。中医讲肺属金，火克金，所以你容易干咳、胸闷、喘不过气来。而在财运上，你们过去觉得很稳健的投资或者固定的收入来源，现在是不是开始缩水，甚至面临危机？这就是你的金正在被高温融化。8月7日当天，属猴的人必须穿卡其色、咖啡色等带有泥土气息的颜色。为什么？因为单纯的金挡不住火，必须要有土来做桥梁，这叫火生土，土生金。你穿上卡其色的衣服，就像是在融化的黄金外面包上了一层厚厚的陶瓷耐火砖，外面的火烧得再旺，也只是在帮你把金子淬炼得更纯，而不会把它烧毁。这一天穿大地色，能保你肺气顺畅，并把流失的财富重新凝聚成一个大金元宝。第10位，属鸡的乡亲有金遇火，珠宝蒙尘。穿鹅黄色把财富藏好，属鸡的老朋友，你们心思细密，很会精打细算。鸡属有金，但跟猴子不一样，有金是首饰之金，珠宝之金是最娇贵、最怕火烤的。丙午大火一烤，碰上立秋的节气转换，珠宝就会发黑蒙尘。你们最近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人家起口角，而且很容易招惹是非，甚至有小人在背后说你坏话，害你名誉受损，生意跑单？这就是你的贵气被火给熏黑了。8月7日这一天，属鸡的乡亲最适合穿鹅黄色、米黄色。在五行里，这叫厚土掩金，穿上这种温润的黄色，就像是把你的珠宝首饰轻轻地放进一个保险箱，然后埋在厚厚的泥土里，让别人看不见你的财富，小人自然就不会来算计你。这一天财不露白，穿得低调温润，就是属鸡的人最强的守财之道。第11位，属狗的乡亲寅午戌三合，火炉爆炸，穿纯白色把煞气转化为金钱，属狗的长辈。你们最重感情，最爱操烦家里大小事。狗属戌土，里面本来就藏着火星，到了马年，这叫寅午戌三合火局，你整个人直接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火炉。你是不是每天都在为儿女的工作、婚姻操心，胃肠经常痛，胃酸逆流？这就是你的胃土被这股无名火给烧穿了。你越操心，家里的气场就越乱。财神爷看你家像个火山口，根本不敢靠近。在8月7日当天，属狗的人绝对不能穿红色、紫色，你必须穿纯白色或是银灰色。白色属金，中医里金主速降，立秋也是速降之气开始的时候。你穿上白色，就是在你这个快要爆炸的火炉上安装了一个排气阀，把你过度操心、焦虑的火气，透过土生金的原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金钱能量排放出去。这一天穿白色，你的胃不疼了，焦虑没了，财神爷看你气场清凉了，自然就会进你家门。第12位，属猪的乡亲亥水熬干，精气耗尽，穿薄荷绿绝处逢生。最后是属猪的长辈，猪属亥水，是汪洋大海之水。很多人以为水能灭火，但在2026赤马年，这是漫天大火，加上立秋的精气被火克制，无法生水。你那点水不但灭不了火，还会被大火给煮沸、熬干。你们最近是不是觉得极度的疲倦，怎么睡都觉得累，腰膝酸软，记忆力严重衰退？这就是中医讲的肾精耗竭。在财运上，你们最容易遇到突然一笔巨大的意外开销，把你的存款瞬间抽干。8月7日立秋这一天，属猪的人千万别穿黑色水火激战，只会两败俱伤。你必须穿浅绿色、薄荷绿，绿色属木。在水和火快要同归于尽的时候，你穿上绿色，就像是在沸腾的热水里种下了一株生命力极强的莲花。这叫水生木，木生火。这层绿色的保护气场，能把你不断流失的肾水精气给固锁住，转化成滋养生命的能量。这一天穿绿色，能让你逢凶化吉，把原本要破大财的结束，转变成投资子孙未来的长远福报。各位乡亲，12生肖的保命、守财、穿衣密码，老师已经全部倾囊相授了。你们一定要记好自己
很佳人的幸运色，在8月7日当天穿在身上，哪怕只是一件内衣、一双袜子，只要颜色对了，贴着你的皮肤，那个五行能量就能护住你的命脉。但是防护罩穿好了，我们还得有行动。8月7日，立秋是天地换气的日子，如果你只懂得防守，那就太可惜了。在这天早上起床，你迈出的第一步，你喝的第一口水，都决定了你下半年的气场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掉。接下来一堂课，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老师要教你们一套千金难买的偷天换日接气法，不用花你1分钱，就在家里做。只要做对这3件事，避开那3大死忌，我保证你这天的气场比你去抢头香还要强上100倍。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进入最重要的实操与收尾环节。第7节课，立秋必做3件事与3大死忌，接引4代福报。各位老朋友，各位乡亲，我们这堂漫长但绝对能救命的课，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尾声。前面我们把防御的盔甲穿好了，口袋里的陈皮硬币阵法也布好了，12生肖该穿什么颜色的五行战甲也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防守做得再好，那也只是不输而已。在2026年8月7日立秋这个节气大交替的节骨眼上，老天爷把磁场转换赐福降运的大门都打开了。你如果不主动出击去把那个好气场给接进来，那老师我前面讲这么多，你等于只听了一半。这节课我要教你们的是我们道家和易经里千金不传的偷天换日接气法。很多长辈一到大日子就喜欢跑去大庙里跟人家挤抢头香，我告诉你不用去挤，在8月7日当天的早上，你只要在自己家里把这3件事做对了，把你身体这个小宇宙跟外面天地的大宇宙接上轨道，那个福报和财气会直接灌进你家里。请大家一定要拿笔记下来。8月7日早上起床，照着这个步骤做。第一件事，喝一杯阴阳水，洗刷你大半辈子的浊气。很多人早上起床习惯喝一杯冰水，或者马上泡浓茶、喝咖啡，在8月7日这一天绝对不准。你起床刷牙洗脸后，第一件事是去厨房给自己调一杯阴阳水。什么叫阴阳水？就是用1半滚烫的热水兑上1半常温的凉开水。诸位，这可不是随便喝的。在我们中医看来，热水是纯阳之气，是往上升的，凉水是阴气，是往下降的。这2股水在杯子里一对冲，就会形成一个太极一样的回旋能量场。我们45岁以上的长辈，肠胃里多半积累了几十年的寒湿和宿便，这些都是阴毒浊气。你在8月7日天地交泰的早晨，把这杯温热的阴阳水小口小口的喝下去，它就像是一把带着太极能量的刷子，把你肠胃里那些陈年的衰气、病气哗啦哗啦的往下冲，全部排泄出去。肠胃一空，气就顺了，肚子里没有浊气，秋天招财的清气才能进得来。第二件事，开东窗纳紫气，把秋收的能量吸进命门，喝完阴阳水，你的身体暖起来了。接下来走到你家的阳台，或者打开朝向东方的窗户。为什么要朝东？东方属木，是出生之阳气，最纯净，最没有煞气。你站在窗边，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闭上眼睛，先把肺里原本的那口气用力的呼吐出去，心里想着把过去这半年的霉运病痛全吐掉，然后迎着东方的光线深深的吸一大口气。这口气要吸得很深很慢，想象这股清凉干净的气一直吸到你的肚脐下面丹田处，憋住3秒钟，再慢慢吐出来。这个动作重复做3次，这叫吐故纳新。秋天主肺，肺主气，你在立秋的早晨吸进这口气，等于是给全身的细胞做了一次大换血。这一天你走出去，整个人神清气爽，邪气根本不敢靠近你。第3件事，迈出黄金第一步，出门绝对要先跨左脚做完前面2步。你准备要出门了，不管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散步，请注意，当你走到大门口，准备跨出门槛的那一瞬间，请你低头看一下自己的脚，一定要先迈出左脚。这有什么学问？古人讲左青龙，右白虎，左边代表生发，代表阳气，代表贵人，右边代表肃杀，代表阴气。你在立秋这天出门的第一步，就是你这下半年运势的起手式。
你踏出左脚，心里默念一句青龙开道，万事大吉。这等于是你用身体的行动给老天爷下了一个明确的指令，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好运了。这一个小动作能帮你引来一整天的贵人运，出门办事绝对顺风顺水。这3件事做完了，你这天的气场已经旺到极点。但是老师，我最怕的就是你们守不住。在台湾的传统民俗和易经气场学里，8月7日当天有3大绝对不能犯的死忌。这3个忌讳就像是气球上的3根针，你只要不小心碰到任何一个，砰的一声，你前面做的所有努力，积攒的所有福报瞬间灰飞烟灭，甚至还会引来大灾。第一，大死忌，绝对不准在神明厅或大门口叹气。台湾很多长辈家里都有安神明桌、祖先牌位，有些长辈习惯很差，动不动就一声长叹，抱怨腰酸背痛，抱怨钱不够花。我告诉你们，中医讲气沉丹田，你一叹气就是把你身体里好不容易聚起来的那股真气、阳气全部给泄光了。而在8月7日这一天，你在神明厅前面叹气，这叫什么？这叫对天大不敬。神明和祖先正准备要在下半年赐福给你，结果一到你家，听到你愁眉苦脸在那边咳声叹气，神明会觉得这个人不知足，一身衰气，福报给他也是浪费，神明转身就走。所以这一天哪怕遇到再烦心的事，想叹气的时候，赶紧把嘴巴闭紧，改成深呼吸吞下去。这一天家里只能有笑声，绝对不能有叹息声。第二，大死忌，绝对不准在家里动土、敲钉子。8月7日是交节气的日子，这天的磁场处于一个极度波动、正在重组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立秋过后没几天，我们台湾马上就要迎接农历7月癸月了。在这种气场不稳、阴阳交替的时候，你家里的墙壁、地板就是保护你的风水外壳。如果你在这天找人来钻孔、敲钉子修东西，或者在墙上乱挖洞，这叫破土动煞，这会直接把你家的防护罩敲出一个大洞，外面的赤马劫火，还有即将到来的农历7月阴气就会趁虚而入，家里的人马上就会生病倒下，财运也会跟着漏光。这天要把钱包捂紧，把家里顾好，什么敲敲打打的事情，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第3大死忌，绝对不准咒骂子孙，这是台湾很多长辈最容易犯的毛病。看到儿子不成器，孙子调皮，一生气就口不择言。你这个衰鬼，你怎么不去死一死？你这辈子没出息的。诸位乡亲啊，话是不能乱讲的，在道家里讲出来的话就是咒，特别是在8月7日这一天，天地的大门是打开的，你说出的每一句恶毒的话都会被天地气场直接放大100倍，变成真正的诅咒。你骂子孙没出息，就是亲手把你家族未来的福气给掐断了，孩子会越来越叛逆，运势越来越差，最后倒霉的要帮他们擦屁股的还不是你们这些做长辈的。这一天不管晚辈做错了什么，你都要用祝福代替咒骂，心里默念这是来报恩的，逢凶化吉。你口吐莲花，子孙才会步步高升，你们家的家道才会兴旺。结合台湾在地习俗，借土地公的力圆满你的财库。各位老哥哥、老侄子做对3件事，避开3大死忌，这8月7日的大节，你们就算平安跨过去了。但既然我们身在台湾，就要懂得顺应台湾的磁场与习俗。我前面说过，立秋过后，农历7月马上就要来了，这是一段阴气渐重，好兄弟出来活动的时间。为了保证你下半年平平安安，我强烈建议各位乡亲，在8月7日这一天或者前后1-2天，亲自走一趟你们家附近的土地公庙，福德正神。土地公是我们最亲近的财神，也是地方的守护神。你带着几颗甜甜的麻款，土地公爱吃甜，爱年财，带点水果去拜拜。在拜的时候，不要一开口就贪心的求发大财，你要这么说：姓氏姓女某某某，家住哪里？今日立秋交节，恳请福德正神做主，保佑我全家下半年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农历7月将至，求土地公护佑，不惹邪祟，财库安稳。拜完之后，千万记得走到庙里的捐款箱，投个50块、100块进去，或者添一点香油钱。这在易经里叫做损上益下，有舍才有得。
你先付出一点善财，把你的心意布施出去，土地公收到了你的诚意，自然会在下半年千倍百倍的把正财偏财还给你的财库里。终极心法，万法归宗，你的心就是最强的风水阵。今天这一路讲下来，我这个老头子的语气可能有些重，甚至骂了人，但我知道你们都是有生活阅历的人，你们听得懂好赖话。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我们年轻时候争了一辈子，求了一辈子，最后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个身安，求个家和，求个子孙顺遂，求自己老了不要躺在病床上拖累儿女吗？前面教你们的五行穿衣、口袋阵法、接气法，这些在我们玄学里叫做术，是用来保你们一时平安的手段。但是如果你们想真正把这份福气给留住，甚至想把这份福气变成世世代代护佑你们家族的能量，你们必须听进这最后一段心法。很多朋友问我，老师啊，我也穿对颜色了，也带陈皮硬币了，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告诉你，因为你少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叫做法布施。最好的风水其实是人心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老朋友、老同学，身体本来就不好，家里还一堆烂事，整天愁眉苦脸，他可能根本不知道8月7日立秋遇上赤马红阳节的大凶转折点，结果那一天他随便穿了一身香客的衣服，喝了一大杯冰水，又跟家里人吵了一架，结果血压一飙，直接进了医院，或者出去被诈骗集团把退休金全骗光了。如果你动动你的手指头，把这部影片分享到你的群组，转发给你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跟他们说一句，老哥哥，信不信由你，但为了保重身体，8月7日那天听听这个老师说的，别吃冰，口袋放个陈皮硬币吧。就因为你这一个转发的动作，你的一句话可能就帮他挡住了一个生死大坎，让他少生了一场大病，少破了一笔大财，这就是在救人一命啊。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你救了他，这份无形的功德去哪里了？他会全部回向到你身上，回向到你儿女孙子的身上，这份阴德积攒下来，比你花几千万买一栋透天厝留给孙子还要珍贵。因为房子会老旧，但阴德会护佑你的家族世世代代平平安安，无灾无难。话讲到这里，该懂的乡亲都懂了。今天这条超长内容，老师我是耗尽了心血，把肚子里压箱底的干货天机全部掏出来给你们了。我不求别的，只求这份善念和正能量能传得更远。如果你觉得老师讲的这番话，哪怕只有一句触动了你，请你马上做2个动作，让我们在8月7日来临之前，把强大的气场给连接起来。第一，请动动你发财的金手指，给我们易经好运生肖堂这部影片点个赞，并且按下订阅。你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更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潜意识，我认可这份正能量，我准备好接收老天爷的福报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请立刻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善言。我希望大家亲手在留言区打下这8个字：顺天应时，生肖破局，或者是立秋平安，化解结束。这在道家叫做下定语。当几千几万个善良的台湾乡亲同时在评论区写下这8个字的时候，那个念力是非常可怕、非常强大的，它会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正向磁场。每一个参与留言的人都会被这股几万人的祈福力量给加持。医者医身，医者医心。愿我的每一位观众、每一位乡亲，在赤马红阳与立秋的考验中，身体像火一样温暖健康，家底像土一样厚实稳固。赶快去准备陈皮和硬币，赶快把影片转发给你在乎的人。我们在评论区见，让我们一起把这份天大的福气接回家。